马克思对非西方国家最重大的影响，正像毛泽东所说的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。有人说不对，是给中国送来了列宁主义。这是刻意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切割，这是不对的。没有马克思主义，哪有什么列宁主义？也就是说呢，这个不是仅仅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，而是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送来了马克思主义。然后再经过列宁创建的第三国际经年累月的苦心经营，最终在苏联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，获得胜利以后，终于促成了17个亚非拉共产党国家的创建。这是1980年的数字。然后我们再把苏联和7个东欧国家算进去，全世界最盛期一共有过25个共产党国家，总人口占据了全球人口的将近1/3。它的后果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灾难。有人统计，很粗略的统计，说多达1.6亿人生命丧失。当然这是不完全的统计，准确的数字可能永远也不可能得到。无数的无辜人民以阶级敌人、破坏分子、特务内奸、敌对势力等等罪名遭到侮辱迫害，并且罪及妻奴，自由和人权剥夺殆尽，物质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贫乏到了极点。一小撮党政官员的特权享受和普通群众形成了天壤之别。所谓就是德尔拉斯吉拉斯所说的新阶级，崇高漂亮的大话掩盖着卑劣无耻的丑行，弥天大谎和人格分裂达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，讲真话都成了稀有的美德，人与人之间互斗互害，为了自保不择手段的嫁祸于人，揭发告密成为最光荣的义务，然后在大规模无情消灭外部敌人的同时，一次一次无情地清洗自己人，人人自危，无时无刻，用我的话说就是连做梦都不敢做错。总而言之，这是一种互害模式，人人害我，我害人人。人间天堂的理想缔造出了人间地狱的现实。有人统计，毛泽东在统治中国的17年里，一共发动了多达50多次所谓政治运动，就是由最高领导人随意指定阶级敌人，然后动员和操控人民群众，对这些所谓阶级敌人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性迫害，其中包括1950到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，所谓镇反，然后1947到1952年的土改运动，杀害了200多万所谓的地主，也就是农村精英，历代的我们把他们叫做乡绅。1957年反右运动公开宣布，说是揪出了右派分子55万。但是中共1958年5月3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内部定性的数字一共是3178473人，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8032人，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6428人，学生右派分子20745人，绝大部分都送往劳动营劳动改造，其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。然后是1959年到1961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，饿死了至少2000万人，
这个数字是当时的中办主任杨尚昆在私下里头披露的。杨继绳在他的这个《墓碑》这本著作里头据他统计，饿死的人多达2700万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农民。这50余次政治运动当中，规模最大、时间最长的就是文化大革命，长达10年。然后前国家主席叶剑英，他曾经公开的披露，文革10年导致2000万人死亡，上亿人受迫害，经济损失5000亿元。这5000亿是1970年代末的人民币的币值。道德文化的破坏，古籍文物的被毁，无法估量。最后这次文革群众运动和历次政治运动有一点非常不一样，就是从来都领导并且积极参与整人的共产党官员也惨遭迫害，连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扣上一个叛徒、内奸、公贼的虚妄的罪名，迫害致死。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兼副统帅林彪被迫出逃，摔死在外蒙的温努尔汗。中共最高领导层几乎无人幸免，只不过是还没有像斯大林那样进行大规模的肉体消灭而已。我得说，这是毛泽东比斯大林的高明之处。也因此，对于西方国家那些列宁说的可以利用的白痴，就是西方左派，对他们来说更有欺骗性。列宁、斯大林、毛泽东、金日成、波尔布特等等等等，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一手制造的阶级灭绝、反人道的罪行骇人听闻。相关的资料汗牛充栋，苏联解体以后，更是解密了大量的秘密文件，在国外都很容易查到。中国国内尽管受到时紧时松的控制和打压，改革开放以来，揭露毛泽东时代反人道罪行的著作还是层出不穷。我在这儿只向大家推荐4本。第一本是杨继绳先生他报道1959到1961年3年大饥荒，到现在还有很多的人，包括一些学者把这3年叫做3年自然灾害。其实那3年基本没有大的灾害。中国的这个气候基本上是11到12年为一个周期，其中大体上是1/3是丰年，就是丰收；1/3是平年，还有1/3是灾年。那3年是平年，没有大灾，但是小灾是有的。第二本呢是杨显惠他记录反右派运动某一个个案，写了一本书叫《夹边沟记事》。张荣夫妇写了一本《你所不知道的毛泽东》。还有就是毛主席的私人医生李志绥他有一本《毛主席私人医生回忆录》。我们正常人很难理解，共产党一面口口声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一面完全不把普通人民群众想要过好日子的迫切愿望当一回事，处心积虑、千方百计，就是不想让人民过好日子。毛泽东甚至公开宣称穷则思变，变则富，富则修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人民生活富裕了，就要走修正主义、资本主义道路，革命意志就衰退了，不想干革命了，所以绝不能让人民过好日子，必须不停地干扰他们，折腾他们，让他们不得安生，一直要折腾到共产主义完全实现为止。有健全理性的人不由得就会问，要是共产主义实现不了怎么办呢？
但是共产党人他们不是正常人，他们正像斯大林所说的，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，他们是根本不会这么想问题的。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的历史必然规律保证了共产主义一定实现，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。为了实现这么一种人类历史上最崇高的伟大理想，付出任何代价，哪怕是趟过尸山血海，都是值得的。像这么样一种邪魔附体一样的反人道、反人性、恶魔价值观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是谁教唆的？难道是他们自己发明的吗？答案我认为无可辩驳，就是马克思，就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。除了马克思，其他任何革命导师，列宁、斯大林、毛泽东、胡志明、金日成等等，都没有也不可能发明这一整套的所谓的理论和学说。他们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具备马克思这样的理论建构能力。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千方百计地意图解脱马克思的罪责，倒因为果，把黑锅扣到马克思的东方门徒头上。我认为他们是违背了起码的学术良知。同时，一个鲜明的对比令人费解：同为极权主义的异母同胞，纳粹主义、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灭绝罪行在二战后被彻底清算，而马克思主义、共产主义，它的阶级灭绝罪行比种族灭绝恶劣残忍不知道多少倍，却不但没有被清算，反而登堂入室，成为西方大学里的显学。左派教授在美国攫取了超过80%的大学教职，正在日复一日地向年轻一代灌输共产主义、进步主义的毒素，静悄悄、渐进式地侵蚀和掏空着美国制度和文化的根基。马克思说，所有这些恶果，由他而来的人祸，都是历史必然规律使然，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。果真如此吗？那就让我们以中国为例，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当中去寻找答案。